以前也是咳嗽和流鼻涕，但是他每一天都咳，然后就那种浓鼻涕，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吃了那个多西环素那个药之后，他就是基本上有好几天都没有再流了，只是那一天有一点点，所以就又带过来。这是一只6个月大的缅因猫，张女士说买的时候花了1.5万，考虑感冒症状有反复，7月16号下午，她把猫带到了杭州徐家洋路上的美联众和动物医院做检查。他说当时医生提出给猫做鼻腔镜检查，他就说这个检查可能时间有点久，建议可以出去转转什么的，然后我们就走了。1点半的时候他发给我们说让我们来领猫，就是说麻醉醒了，但那个时候他也没有说猫咪有什么问题。我们7点40大概到这个门口，然后再进去的时候就一直在等，但就是说来接猫嘛，一直等也没有人来跟我们说。然后7点50的时候他就说不行了，再抢救。张女士说后来猫没能救回来，为什么做了个检查猫就不行了，她想不通。一开始他还跟我说这只是一个安全系数很高的检查，没有告诉我说这是手术。就后来他包括院长出来跟我陈述的时候，就莫名其妙说就变成了个手术。鼻腔镜检查它不是一个常规的检查。首先鼻腔镜检查因为动物和人它会有区别，人它会有很强的服从性，动物它没有很强的服从性，所以说我们需要在麻醉的情况下。是有没有跟他们说明是要做麻醉的？当时肯定有说明。娄医生说张女士这只猫的病症一直有反复，常规治疗没有特别大的好转，当时他们考虑是不是猫的鼻腔里存在团块，所以做了鼻腔镜检查。经检查，猫一侧鼻腔内有团块，此外还有鼻道阻塞以及鼻腔黏膜溃疡的问题。检查后，当天傍晚6点左右，猫达到了麻醉拔管的条件，已经可以自主呼吸。直到当晚7点40多分，期间多次给猫擦鼻子，也都是正常的。然后到了7点58分的时候，我们会隔十几分钟去看台子，看的时候发现猫咪不能呼吸了，但是心跳那个时候还有，然后我马上就进去抢救了大概40分钟左右时间。就首先我们抢救的时候，我们是插管的，包括麻醉的时候也是插管子的。那个管子插进去的时候，它的口径我们正常之前插那个口径插不进去，我们只能用更小的口径去插。娄医生说当时他们发现猫的气道变窄了，血氧量很低，最后抢救无效。对于猫的死因，他们推断可能是麻醉过敏。然后已经苏醒了，然后为什么已经在麻醉苏醒之后还会麻醉过敏？麻醉的过敏我们会分2个，第一个是麻醉刚刚麻醉的时候，第二个我们叫围麻醉期。围麻醉期的话，它会引起的是我们的喉痉挛，它会引起喉痉挛。喉痉挛它引起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的种，就它可能会让它的喉头的一个我们的正常的收缩，会咽的打开，我们气道口的收缩它会变差，呼吸困难。对，它呼吸困难，这种呼吸困难有可能是一下子的，也有可能是慢慢的，随着它的痉挛一直都没有解除，它的呼吸功能慢慢的下降。娄医生表示，这件事他们已经上报公司。之前张女士提出了赔偿1.5万的诉求，他们的初步方案是赔偿5000块钱，或是赔一只同品种的猫，但张女士无法接受。接下来他们会和张女士做进一步沟通。18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